燃灯先是扫猎那3头金仙境的牛妖，冷然道：去你们族地宝库查询有何遗漏，再将你们族人唤醒，挨个问询失了何物，给你们半个时辰，若是有半个不及时，莫怪贫道心狠。这3头牛妖赶紧低头称是，匆忙落去山谷内，确认过眼神，是1根手指就能灭了他们一族的狠人。而当牛妖去后，燃灯肩上的琉璃盏光芒大作，燃灯再次开口，嗓音传遍千里之内的高空与大地：夺宝失职，何不现身相见？你取走的宝物与贫道有缘，贫道愿以人情相换。宝洞中，夺宝道人嘴角一撇，立刻就要出去对峙，还对李长寿传声道：看到没，人家副教主就是这般有底气，宝物都舍不得拿，一句人情就想在贫道这里拿宝，当贫道是3宝童子不成啊？哼，既然发现了贫道在此地，出去会会他又有何妨？前辈！李长寿及时摁住多宝道人的胳膊，传声道：前辈，这只不过是诈你之言，不信且看，他片刻之后必然会说下一句，下一句要么是怎么还要贫道亲自请你出来不成，要么就是失职莫非是想将此事闹大。您听。多宝道人眨眨眼，略微的有些狐疑，然而燃灯可能是真的有些心急。李长寿这边话音刚落，燃灯道人就皱着眉头又道了一句：怎么还要贫道请你出来不成？土洞中，多宝道人听闻燃灯之言，先是眨了眨眼，随后便是一阵无声的大笑，不断地拍着李长寿的后背。长庚啊，当真是有你的！哎，快，他后面还会说什么？李长寿沉吟几声，指道人被拍得有些先例不畅，传声道：后面这位前辈会说什么，我就不好推断了，但应该是有2种情形，要么是动之以情，要么是威逼利诱，大概率会是前者。这位副教主要说一说3教的关系，谈一谈3教一家亲。多宝道人顿时侧耳倾听，山谷之上，燃灯的目光扫过各处，琉璃盏探查各方，依然是毫无所得。这一次多停顿了片刻，燃灯见山谷之中一片慌乱，再次出言相诈。此次开口，燃灯嗓音如同闷雷般，让那些牛妖有些晕眩。修为低于金仙境者根本就无法理解燃灯在说什么。李长寿自是听得明白，燃灯道人的套路与他所想确实是差不太多。燃灯说的是：多宝失职，昔日若贫道有得罪之处，还请多多担待，但天机遇事，此宝与贫道有大机缘，万不可今日失落。3教本为一体，道门气运正常，贫道天为禅教副教主，与师侄也算相交深厚，今日何必以此为难？土洞内，多宝道人扭头看着李长寿，笑容之后又禁不住有些纳闷，笑着问：长庚，你可是有什么推算人心的神通？这般又猜对了啊！其实晚辈只是熟悉这一点套路罢了。套路？就是一些惯用的手法。在这般情形下，这位副教主所能用的套路也就这几个。此刻他根本不确定咱们是否是离开了，若是已经发现咱们的踪迹，应该是先将咱们逼得现身，再出言恐吓。李长寿轻笑几声，传声为多宝道人解释了一阵。多宝道人听得不断点头，回想起自己此前与燃灯打交道的10数次情形，这位截教大师兄那稍显富态的面容略带愤怒，对李长寿传声骂道：贫道当真是被他套惯了，怪不得每次都吃下暗亏，这燃灯当真心机深沉，套路贫道到这般地步，还有脸现在喊贫道这声失职？闻言，李长寿也略微有些尴尬，
多宝道人立刻就想到了什么，嘿嘿轻笑，言道：长哥，你莫要多想，像你这般人品上佳的后辈，那是冰雪聪明，跟着燃灯道人万万不同。快，再搞个套，他接下来还会咋说？李长寿笑了笑，继续思索。善套路者，自善解套路。李长寿只不过是把自己带入到了燃灯的角度，心底列出了几条此时有可能会用的套路，分析其使用该套路的可能性。燃灯又炸了3-5句，李长寿也开始摸不准燃灯接下来会如何行事。毕竟套路有时尽，而自己始终不是燃灯，算计的思路也是不同的。但是多宝道人已经是笑得前俯后仰，舒爽，舒爽，哈哈哈哈哈！这简直比将这副教主装麻袋里胖揍他一顿还要舒爽。李长寿闻言笑了一声，随之就皱眉沉思。前辈，咱们这般躲在此地，始终不能解决此事。他既然认识前辈的钵盂，又对此宝颇为关注，说不定接下来会去截教之地。多宝在旁边凑了过来，小声问：长哥，你善谋善算，随便出个主意打发了他。你真当我是洪荒智多星三教诸葛寿，还随便出个主意说打发燃灯？我怎么那么……李长寿此前跟燃灯道人交过手，深知这位老前辈的厉害之处。而在伏羲神卦、多宝偶遇等条件的交错之下，他抢先一步取走落宝铜钱。燃灯此时真正要找的其实是他。多宝道人自然明白此事，毕竟他和李长寿此前在牛妖山谷中所得仅有那2枚微不能名的铜钱。但是多宝道人或许是出于仗义，或许是出于对燃灯的不满，在自身法宝紫金钵暴露在燃灯眼中之后，顺势就替李长寿担下了这般因果。为此，李长寿自然不能一走了之。他正细细谋划，既不想让截教因为此事吃亏，自己欠下截教因果，也不想自己暴露在燃灯道人面前，自此被燃灯更为记恨。最好是今日能借截教之事挡下燃灯，不然稳妥起见，自己就要再去兜率宫一趟，将落宝铜钱放在大法师处保管。李长寿心里盘算好这些，已经是有了对策。他对多宝道人传声道：以晚辈之见，此时宜静观其变，看这位副教主能否查出他想要找的宝物是何物，再看他是否要去截教道场。若他连自己所要找的宝物都不知道是何，那就让他随意去闹。前辈，晚辈斗胆，有一点小小的套路进献。多宝袖袍一震，嘿，快说来。李长寿传声言说，说的是如何死不认账，反将一军，讲的是实事求是，证据说话，如此，这般。多宝道人听得连连点头，浓眉大眼中满是良善。又过了片刻，李长寿稍微松了一口气，心神大定。无他，那3头金仙境的牛妖飞到了燃灯道人面前，回禀此前清点。他们发现山谷之中并无半个物件遗失，宝库之中也没缺什么宝物，只是有不少宝物摆放的位置有着些许偏差。燃灯皱眉，轻哼一声，少许道韵流转，这3名金仙境的牛妖齐口吐鲜血，在空中跌落下去，已经是被震成重伤。多宝，燃灯双眼缓缓眯起，眼底流露出了几分犹豫，稍许思索。很快，燃灯继续踏上了李长寿的预判之路。既然师侄不愿现身，那贫道这就去找其他截教圣人弟子，好好说道今日之事。燃灯言罢，驾云取道，直往东南方向疾驰，转眼消失无踪。土洞中，多宝道人对李长寿竖起一个大拇指，就拉着李长寿打洞离开。
在燃灯道人之后暗中跟随。要说这多宝道人打洞的神通，那也是相当的不凡的，这非遁法，也非乾坤之术，而是将打洞挖洞发挥到了极致。这土洞不存于天地间，却是依附于天地间，倒是跟大法师用太极图行走于五行之外，再跳回五行之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大概这就是挖洞专业的宗师吧，没谁了也是。燃灯、多宝、李长寿的金仙境指道人离开之后，牛腰山谷中那一处不起眼的草屋中，一只手掌在地上缓缓探出，屈指一弹，将2枚南赡部洲的俗世中的普通铜钱扔到了那只孩童的布包中。随后这手掌被火光环绕，瞬间化为灰烬，融于大地，半点气息都没有留下。他要去哪儿啊？离开牛腰山谷不过片刻，深海海底打洞而行的多宝注视着手中铜镜，有些纳闷地问了一句。李长寿笑道：啊，看这般方向，应该是去金鳌岛上了。看样子是了。金鳌岛上今日还有2位同门开宴招待宾客，正式结为道侣。好像还邀贫道去做个见证。出门的时候嗅到有宝物要出事儿，却是把这茬给忘了。哎呀，也是没办法，稍后多给他们些赠礼就是了。李长寿对此颇为感慨，怕不是截教炼气士结为道侣时都会主动邀请这位截教大师兄做个证婚人，礼物肯定缺不了。这一路洞过海底，紧追燃灯，不多时金鳌岛遥遥在望。燃灯依旧气势汹汹，仿佛有人偷走了他的琉璃盏，夺走了他的本命臼。到了金鳌岛之前，燃灯却是收敛起自身大部分的威压，对着岛上朗声道一句：此地可有圣人老爷门下弟子，还请外出与贫道一见。岛上的截教仙人顿时被惊动，一处正热闹的大殿人影攒动，转眼飞出数百道身影，还有更多的身影在原地张望。这不是禅教的燃灯副教主？他来作甚？贫道不记得有请这般前辈过来观礼啊。那也要是能请得动才行，他来此地定有异样。土洞中，李长寿与多宝对视一眼，后者道一句：又让长庚你算准了，你且在此地稍等，我去换个方向登岛，与他碰上一碰。前辈旗开得胜。多宝道人豪气十足的大笑几声，身形一转，心念一动，面前已经出现了一条深邃的土洞。随心而动，随动而行，这般神通也是旁人修行都修不来的，纯粹天赋异禀。稍请多宝到了金鳌岛东南千里处，换了一身道袍，梳理了一下发型，端着拂尘就要施展神通，即将出现在高空中。正此时，多宝还未跳起，先是突然捕捉到了金鳌岛上出现2股熟悉又有些陌生的道韵，而李长寿的传声呼喊已经是顺着土洞传到了多宝耳中。前辈且慢，快看岛上！不用李长寿提醒，多宝道人已经是发现了岛上的异样。金鳌岛上突生云雾，飞到空中的数百名截教仙人脚下都多了一朵洁白云朵，隐隐护住了他们。云雾缓缓分散，一抹倩影自大殿中飞出，众截教仙人各自朝着两旁退避，不断的行礼。燃灯那张老脸露出几分慈悲之色，定睛打量飞来之人，眉头却是越皱越深。来人那绝美姿容不用多述，纤美身段妙至颠绝，若非要说，只能说他那如瀑青丝，秀美云鬓，说他那素白衣裙浅浅不斜，都是如此得体，透着秀美雅柔。李长寿不禁喃喃，仙子怎么在这儿？而多宝道人隔着千里远也是沉吟几声，
皱眉道：“久不出门的云霄、琼霄两位师妹为何会来此处？”长庚，贫道这就现身。啊，前辈，不急，且让云霄前辈处置。关键时刻，前辈您再登场，效果应该会更好一些。多宝道人立刻点点头，看着云霄的背影，禁不住露出几分苦笑，还对李长寿传声抱怨了2句：“赵师弟咋没在这儿？这位云霄师妹稍后教训起人来，贫道可招架不住啊！”李长寿想起三仙岛上那一声跪下的威力，不由一阵莞尔。且说云霄仙子到了截教众仙之前，距离燃灯300-400丈，先是做了一个浅浅的道揖，便直接开口问询。他的嗓音不冷不淡，不轻不重，飘渺空灵又温婉动人。燃灯副教主突然造访，不知所谓何事。你大师兄做的好事。大师兄？多宝师兄可是有何事冒犯了前辈？哼，他仗着自己寻宝神通，强夺贫道机缘重宝，若是贫道晚去了半步，怕是连他的影子都见不到。哦。云霄听闻此言，秀眉轻蹙。若是换了其他截教8大弟子，见燃灯说得如此理直气壮，当真会以为这是多宝大师兄出手抢了燃灯的机缘，导致这位燃灯副教主大发雷霆。但是云霄却是轻吟几声，淡定地问道：“此事具体如何，我并不知晓，但话却不能如此说得。敢问燃灯副教主，那宝物可是多宝师兄在副教主手中夺走的？”燃灯略微皱眉，而云霄已经是当着他的面，仙指轻轻地晃动，在那儿掐指推算。